乌克兰空中力量对俄罗斯构成的威胁与日俱增，其战术已悄然发生改变。从原来前线战场一城一地的得失，逐步改变为利用空中力量和炮兵远程打击的方式，注重打击俄纵深目标。乌军新战术的目标是用尽可能小的伤亡给俄军带来尽可能大的伤害，这就意味着今后乌军的进攻重点将不再是阵地战，而是空中力量加远程炮击的出奇制胜作战，只以最有利的亏损比去战斗。至于前线阵地，只要能慢慢蚕食掉俄军，稳步推进就行。综合塔斯社、今日俄罗斯等多家俄媒的报道，俄罗斯内务部决定通缉乌克兰空军司令尼古拉·奥列修克。各媒体分析出来的理由可能跟俄方此前指控奥列修克实施的袭击活动有关。据俄媒此前的报道，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阿克肖诺夫12月26日表示，乌军武装部队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的费奥多西亚地区发动空中打击，预期港口地区发生巨大爆炸并引发大火。对此，乌克兰真理报当天援引乌空军司令奥列修克的话称，乌军26日在对克里米亚东部港口的打击中，乌军苏24战机炸毁了俄军新切尔卡斯克号登陆舰，并称俄军舰队的规模正变得越来越小。俄罗斯国防部26日证实了该消息。由此可见，乌军空中力量正越来越强大，也愈发注重新的战术搭配。最近一次是当地时间12月29日，据俄罗斯国防部宣称，俄军防空系统在靠近乌克兰的别尔哥德罗州上空拦截了13枚火箭弹和3枚 AGM-88 导弹。但之后，别尔哥德罗州州长格拉德科夫的通报却显示，别尔哥德罗市中心遭到了乌克兰武装力量炮火袭击。对此，英国广播公司援引乌克兰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对别尔哥罗德州的打击活动仅针对俄罗斯军事设施，是俄罗斯防空部队的非专业行动以及蓄意和有计划的挑衅，才导致爆炸物碎片落入别尔哥罗德市中心。翻译一下，就是俄防空部队能力不行。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这大快人心的回复和此前俄罗斯驻联合国特别代表的回复如出一辙。俄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曾说，如果乌克兰防空系统不拦截俄罗斯导弹，就不会击中乌克兰基础设施。现在乌军以彼之道还治彼身，尽管俄国防部事后放了报复的狠话，但更像是无能狂怒的宣泄。另据今日乌克兰的报道，当地时间29日到30日晚，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境内多个地区的军事设施发起了攻击，超过70架自杀式无人机参与了袭击。被袭击的俄罗斯军事设施分别位于莫斯科、布良斯克、别尔哥罗德、图拉和特维尔等多个地区。有特殊渠道的消息显示，位于布良斯克的克雷姆尼埃尔工厂遭到了严重破坏。该工厂是俄罗斯最大的防空系统制造商之一，其 90% 的产品都是用于导弹系统和战机航电设备的。所以综合各方媒体的分析来看，乌军针对俄罗斯境内军事设施制定的一系列打击措施，有可能是对俄军袭击乌克兰城市造成人员伤亡行为的报复。而在此之前，12月17日，据美联社报道，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也展开了大规模无人机攻击，其中有一场攻击行动瞄准了俄罗斯的一个军事机场。随后，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一个晚上之内至少有35架乌军无人机在俄罗斯西南部的3个地区被击落。当时有媒体消息和流传视频显示，遭打击的其中一个俄军基地是俄罗斯第559轰炸集团的驻地，该轰炸集团经常奉命对乌克兰执行轰炸任务。另外，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州长瓦西里·戈卢别夫的报告显示，莫罗佐夫斯克以及西面的一个城镇也遭到了大规模无人机攻击。如此频繁地对俄境内目标打击，火力军甚至怀疑乌军的新战术、新打法是想通过大规模的空中越境打击来复制上次冬季反攻的成功。至于乌军为什么将袭击目标放在俄境内，尤其针对俄空军基地，这主要是想要一劳永逸，解决来自俄罗斯强大的空中威胁。因为如果能摧毁俄军的轰炸机基地，那么俄空军的优势将锐减，也将给乌军的地面反攻带来可乘之机，一举两得。而且泽连斯基曾表示，将在今年年底与西方保持紧密联系。乌克兰24频道援引军事专家斯维坦的话说，称乌克兰有足够的能力和决心夺回失去的领土，挫败敌人的骄傲。他甚至预测乌俄冲突可能要持续到2025年才能结束，
所以在漫长的持久战中，乌军既要保证自身力量，又要完成对俄军的打击。上述出奇制胜的法子才是最合适的选择。当然，你可以将其说出是一种拖延战术，只有等待巴以冲突结束，才好让北约各国重新集中精力放在解决俄乌问题上。那乌军远程打击俄境内目标都将用到哪些武器呢？打击别尔哥罗德州用到的武器，据俄罗斯国防部30日表示，是赤杨多管火箭炮和捷克吸血鬼多管火箭炮。前者据公开资料显示，赤杨多管火箭炮虽基于 BM30 研制，但却有了相应的改进。据悉，赤杨火箭炮采用了全新的自动火控系统，既可以自动控制发射，也可以手动发射。火箭弹的射程基础型就有70公里，M 型可达130公里以上。正所谓一寸长一寸强，比起 BM30 射程的70公里，其射程越远，在对抗中就越有优势。精度方面也较高，70公里射程时，火箭弹原概率误差小于10米，120公里则小于30米。其制导方式虽尚未有消息透露，有人说是只采用了惯性制导，也有人说是采用了复合制导方式。但若是前者，那乌克兰就牛大发了。因此，惯性制导的主要问题就是累积误差随射程的增大而增大，能做到120公里小于30米的误差是相当不容易。最后，在打击方面，其转场时间仅需3到4发，其射速率为48秒内12发，具备很高的杀伤力和快速部署、发射、重新部署的能力。作战性能在同类多管火箭炮里也是相当靠前的存在。后者 RM70 捷克吸血鬼多管火箭炮是由捷克与斯洛伐克制造的122毫米40管火箭炮发射系统，同样借鉴了苏联技术，在 BM21 的基础上改进而成。它将载着 T813 8x8卡车当作运载主体，其台内有中央调压装置，驾驶员可根据通过的地形自行调节轮胎压力，非常方便。同时，由于该火炮系统能多携带一套40发弹药，供重新装填发射使用，所以它的火力非常猛。40发备用弹仅需30到36秒即可装填完毕。使用的是苏联 BM21 的 Grad 型122毫米火箭炮，最大射程为20公里。火箭弹齐射的火力覆盖区域可达3公顷，且为了提供合适的发射场地，该车体的前部还装有 BZT 型推土铲，可随时清除障碍。2023年8月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曾在脸书发布了一段影片，展示了乌军第110独立机械化旅战时使用 RM70 进行动态作战的画面。乌军炮兵盛赞这是一台野兽般的机器，而此次对别尔哥罗德的打击就是其发出的怒吼。最后，多管火箭炮的打击自然也少不了 M142 海马斯，毕竟原乌的海马斯曾让俄军在俄乌冲突中吃了不少苦头，性能各方面没啥说了。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陆军已开始接收射程达500公里的首批精确打击导弹，它将成为海马斯等远程作战系统的新弹药，不知道能不能对乌克兰进行援助。PRSM 是美国为美国陆军火箭炮系统量身定做的全新弹药，能够被改装后的海马斯和 M270 发射，这和2024年美军更换下一代班用武器一样，作战性能将提到大幅提升。据自由时报12月26日报道称，美军现正推动的下一代班用武器的测试工作，其中 XM7 突击步枪和 XM250 班用步枪将取代美陆军现在使用的 M4 系列步枪和 M249 机枪。这是美军半世纪以来首次全面换装步兵班武器，也是首次采用全新规格的弹药。详细内容，火力军会单开一期进行详细解说。此次为炮兵部队伍更换的 PRSM 弹药威力更大且装填方便，不需要额外的保养。由于它采用发射箱模块化安装，不需要任何额外维护，可以快速进行发射和重新装填。相比起海马斯当前使用的 ATACMS 战术导弹， PRSM 的射程更远，弹体小，每个发射箱可以容纳2枚 PRSM 导弹，这意味着海马斯的杀伤力直接增加了1倍。而且该弹药真正的厉害之处在于装备的卫星导航系统。据资料显示， PRSM 导弹配有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和带有卫星导航单元的惯性控制系统，射程可达499公里，比 ATACMS 的300公里射程更远。打击目标的精度能达到数米，且在未来还将配备能跟踪移动目标的指导系统，可用于打击移动的陆地和海上目标，如舰只、坦克等目标。如此强大的性能，怪不得俄罗斯消息报12月17日会发出灵魂质问：美国新导弹的出现是否会改变力量平衡？
俄罗斯可能在害怕这新型导弹会援助乌克兰。除此之外，打击武器还有远点优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尤其是后者应该是乌军最常用的越境打击手段。如乌军初期使用的 BT-2 无人机就摧毁了不少俄军重要装备。这是一款中型察打一体无人机，长 6.5 米，翼展12米，续航时间超过20小时，荷载能力155公斤，可以携带由 MAM-L 微型智能导弹和 MAM-C 微型智能导弹组成的远程反坦克导弹系统。同时，乌军还改装了大量商用无人机，用于战场侦察或投掷轻型弹药。其他支援国如美国则向乌克兰提供了不少的弹簧刀系列巡飞弹等。当然，乌军能获得大战果，自然也少不了穿越机的功劳。穿越机又叫无人竞速机，是一种高速度、高机动性且具有第一人称视角功能的无人机，这也是它最大的特色。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用途是航拍，但谁能想到通过改装，穿越机在乌俄战场上大放异彩。相比其他无人机，穿越机速度非常快，飞行高度低，且能够在狭小的空间里高速穿行，加上空中动作灵活，突防俄军防空系统犹如入无人之境。更为关键的是，穿越机性价比高，单价仅有数百美元，即便在飞行途中遭到拦截或最后错过了目标，损失也非常的小，可一旦成功则收益丰厚。它的作战方式，据悉乌军会为穿越机搭配各式战斗部，最常见的做法是将 RPG 火箭筒的战斗部绑在穿越机下方，从而将其作为廉价的自杀式无人机巡飞弹使用。凭借其第一视觉，能带来极高的成功率，相当于是对着俄军脑门开火。如攻击俄军的装甲车辆或堡垒工事时，它能凭借灵活的身手钻入俄军内部实施引爆。此前有视频显示，乌军使用穿越机成功摧毁过俄军的 T-90、卡车、战壕中的部队等目标，迫使俄军很多重型装备如坦克、装甲车等都带上了网格栅、铁网罩，以防被穿越机钻了空子。而且有报道称，乌方计划筹集 2.3 亿乌克兰格里夫纳的资金，为乌军采购1万架穿越机，以此进一步扩大规模。今后像上述的别尔哥德罗和布良斯克，由于位于哈尔科夫对面，估计会经常受到乌军的重点照顾。好了，关于乌军改变战术，借助空中力量和远程火炮打击俄军境内目标的做法，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